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on。之前我们测试了最高速提升之间的区别，那边之后呢，官方也是把最高速度和平跑最高速统一成了基础最高速，也解释了一下各种最高速之间的叠加规则，和我说的一模一样。我感觉我已经被天美爸爸盯上了，以后说话可要小心点了，不然偷偷把我抽奖概率改了，可怎么办啊？话说回来，那篇视频之后，我还提了一下动力之间的区别。当时我觉得动力测试太复杂，不想做，没想到想看的人还是挺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测试一下各个动力之间的区别。我这边选用的车辆是银河战舰，因为银河战舰的特性是复位后会增加40%的基础动力，这个比较容易控制，并且持续时间也很长，所以就选择了这辆车作为实验车辆。实验场地呢依然是法兰西的空地，依然是为了能够跑出影子进行4倍速的慢放。然后呢，我以0.1秒为单位，依次记录下平跑、只开氮气、开氮气和小喷，和有特性下的平跑、只开氮气、开氮气和小喷。平跑呢是以松开刹车键的时间为准开始计算的，只开氮气呢是先开氮气再松刹车，然后进行计算的。而氮气加小喷呢是漂移到车辆停止再获得小喷，然后刹车到0公里每小时，按下 CW 再松开刹车键开始计算。采集过程我就不完全发出来了，因为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多了。然后采集完成就得到了以下数据，上面是直接采集的数据，下面是减去计数后的提升差值。有了这个，接下来就是简单的数学问题了。首先就是基础动力是否影响平跑最高速后的效果，这个很简单，选取只开氮气和特性下的只开氮气，然后看在氮气最高速后的提速有没有差别就好了。这边是在没有特性的 201.2 和有特性的 203.9 的时候开始计算差值。简单一点，直接加起来算 0.5 秒的差距，加起来没有特性下就是提速了 37.1， 而有特性下就是提速了 40.4， 很明显是有差别的，证明确实基础动力是作用于全局的。然后我们来看图表，这边只有平跑的这两根线一直处于曲线增加的状态，也就是说基础动力的影响是在曲线下降的，而其他的线都是在达到平跑最高速后开始变成直线上升，也就说明达到平跑最高速后，所有动力都会稳定下来，变成一个固定的数值。知道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在平跑最高速后，用只开氮气那边达到平跑最高速后的数据减去平跑的稳定值，然后得出这辆车氮气加速度是每 0.1 秒 5.4。 因为录屏截取的最低时间只能到 0.01 秒，所以会有细微浮动，不用在意。然后我尝试代入了几个处于相同速度下之后 0.1 秒开氮气和平跑之间的差值，发现氮气动力一直是处于稳定的 5.4， 也就是说氮气动力是不会像基础动力一样衰减的，是一个固定的值。知道了这个数据，再算出小喷就更容易了。在最高速后，用 CW 的差值减去固定的氮气提速值和基础动力值，得出来是每 0.1 秒平均 9.4。用另一种方法计算 CW 差值减去同速氮气的差值，是每 0.1 秒 9.7 左右， 0.3 的误差是在意料之内的，所以也可以说小喷也是恒定不变的。这样一来结论也就出来了，因为平跑差值就等于基础动力值嘛，所以基础动力的提升值是在100公里左右的时候加成变得低于氮气动力，而小喷动力呢，可以说从起步开始就比基础动力更强。结论和我之前猜想的差不多，小喷动力百分比提升是最强的，如果是数值提升的话，氮气动力也是差不多的，不过依然是小喷动力更好，毕竟比起单开氮气只用小喷的场景更多一点。所以最终结论就是小喷动力大于氮气动力大于基础动力，比例大概就是 10% 的小喷动力约等于 20% 的氮气动力约等于 40% 的基础动力。基础动力对于竞速来说真的是作用不大，100公里提速是快，但是正常竞速低于100的情况也就只有起步了吧。所以平时我们才会看到加基础动力的特性才会动不动就加 40% 什么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，如果有其他什么别的想看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另外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收藏。我是 Jason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